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搬新家的第一天，邻居家的熊孩子就在我家门口拉了一泡屎，上门找过没用。第二天，我家门口多了2大1小3泡屎，报警后，熊孩子家赔了点精神损失费。第3天，我家门口又被成堆的垃圾给包围，这次我转头就吆喝着街坊四邻带着宠物去他们家门口大小便。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我最近搬了新家，邻居家有一个熊孩子，有多熊呢？熊到我才刚搬过来第一天，家门口就多了一泡屎，汤臭。起初我没和邻居打过照面，不知道他们家的家庭结构，也没把这泡屎和他们家联想起来。我直接找了物业来处理，最好是抓到罪魁祸首来给我赔礼道歉。物业一听，苦着脸说：“嗨，还能是谁呀？除了张大勇他们家那人嫌狗厌的小孩，还有谁能干出这么恶心的事？”紧接着，物业就把张家熊孩子的英勇事迹说了一遍。张家熊孩子叫张天宝，自从他们家搬过来，张天宝就天天在小区里惹事。今天用口香糖把人家门锁给堵死，明天就把低楼层居民家的窗户打碎，在别人家门口拉屎更是每日惯例，拳头痒了。对了，这个张天宝就是我邻居家的小孩。我问他们家家长不管，物业一拍大腿：“管什么管？张家2口子，一个凶神恶煞，一个骂街泼妇。”刚开始还有人去找他们要个说法，却被反喷了回来。有几个人还被他们一家碰瓷要钱，警察也叫过，但是他们来了也是调解。等警察一走，又是想干嘛就干嘛，一般人哪里惹得起他们俩？哦，懂了，典型的熊孩子背后的熊家长呗。从这泡屎的颜色和软硬程度来判断，这个熊孩子心浮气躁，欠教训。既然一家子都是熊，那我动起手来也就没什么顾忌了。正所谓先礼后兵，我首先采取了先敲门表达自己诉求的方式。我带着礼物敲开了张家大门，将礼物递过去以后，我委婉地请求他们管教好小孩，让他别在我家门口大小便。抽着烟的张大勇从嘴巴里喷出一口烟，蓝色的烟雾对到了我脸上。你凭什么说我儿子在你家门口拉屎？你亲眼看到了吗？有证据吗？说不定就是你自己在家门口拉屎，还赖到我儿子头上呢。我沉默了一下，然后礼貌地关心了一下他大脑的发育程度。毕竟正常人不会用这么炸裂的方式给自己开脱。结果张大勇他不识好歹，先是用身体器官问候了我全身上下，又问候了我祖宗18代，就连我家猫猫狗狗他都问候了一遍。古代皇帝还只是满门抄斩，他倒好，荤素不忌，我家满门都成了他的半夜幻想对象。张大勇也是个脾气暴躁的，抡起胳膊就要来打我。我从背后抽出自己的宝贝双节棍，还摆出了架势：“来呀，打一架，看咱俩谁更狠。”张大勇一看，眼睛都瞪大了，气势也不自觉地矮了一截。“不至于吧？你他妈还自带武器？”我瞪了回去：“文明人能不能别爆粗口？你他妈你他妈的！你他妈到底还打不打？”张大勇怂了，他放下胳膊，语气却还是牛逼哄哄：“打什么打？我大人不计小人过，就原谅你这一回。”说罢，他就回屋关门了。我站在原地等，没过一会儿，他家就传来一声暴喝：“卧槽你妈的！该死的王八蛋，竟然送来一坨屎！”噔噔噔噔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张大勇气势汹汹地打开门，
我再次举着双节棍摆出架势，你他妈到底打不打？张大勇的脸皮子抽搐了一下，他忍着怒气，陪着笑脸说：“别总想着打架，有话好好说呀。话说，你为什么送过来一坨屎？”我说：“读书人的事儿，能算送吗？我这明明是原物归还，把你儿子的屎还给你，不是都说肥水不流外人田吗？”张大勇气得脸都红了，可是碍于我手里的双节棍，只能忍气吞声地回屋。我算是看出来了，这种人就是欺软怕硬的纸老虎，只要你比他还凶还横，他就不敢来惹你。原本我以为经过此事之后，他们怎么也得收敛点，教育一下熊孩子，结果他们还变本加厉了。这个小区的年纪比较大，隔音这一块做得不太好，我们两家又是左右邻里关系，他们家稍微有点动静我都能听到。熊孩子不知道抽了什么风，在家载歌载舞，发出快乐的鸡叫，整栋楼好像都在颤动。他一个人就做到了菜市场都没有的喧闹，业主群里一片怨声载道。我在群里说，大家出去散散步吧，我来整治他们。所有在家的人都发了个 OK 的表情包。5分钟后，我翻出音响，连上电脑，开始播放小电影。音响被我贴紧了张家的那一面墙，声音还开到了最大。哇哈哈哈！往常都是别人放小电影整治熊孩子，今个总算是轮到我了。三上老师的声音在房间内3D 环绕，我悠哉悠哉地开了一把王者。在我的骚操作下，熊孩子停止了抽风。我听到了他在问自己的爹妈，这女的在干什么？怎么叫的声音比我还大？叫个屁！你赶紧捂住耳朵，不准听了。骂完，张大勇就咚咚捶墙。你有病啊！看个小电影还放这么大声，不知道我家有孩子吗？我默不作声的又加了一台音响，声音放大，酸爽加倍。我倒要看看他们会不会让熊孩子打小就学习小电影文化。操！张大勇怒喝了一声，不捶墙，改捶我家大门了。我耷拉着眼皮问，有事？他气得七窍生烟。你他妈看小电影用音响，还好意思来反问我？我说，你家孩子叫那么大声，我说啥了？他理直气壮地说，爱叫爱闹是小孩子的天性，你他妈管得着吗？我也理直气壮地说，生理需求是人类的天性，你他妈管得着吗？他愣了一下，气炸了。老子在这里住了这么多年，你还是第一个敢跟老子呲牙的，老子不教训教训你，你这愣头青都不知道天高地厚了。我再次抽出宝贝双节棍，他吓得后退几步。你能不能有点武德，别动武器？我将双节棍送到他手里。你不是要教训我吗？来来来，家伙我都给你准备好了，就冲这儿打。我要是躲了，我就是你孙子。说着，我还把头往他那边伸了伸。他敢动我一根毛，我就敢躺下讹他个180万。他愣是没敢接，看我的眼神像是在看神经。你他妈有病吧？主动找打！我不耐烦地喷他，要打就快点，磨磨唧唧的，真不是爷吗？他深呼吸了几口气，才勉强忍下怒气说，行行行，你有种，切，没意思，还以为今晚能赚一套房呢。失望地关上门，墙那边终于安静了。结果第2天，这一家3口就给了我一个大惊喜。我本来还在闷头睡觉，但是业主群消息不停地刷屏，手机不断地发出震动，硬生生把我给震醒了。醒来一看，全都是在讨论我的。哦，不对，严格来说，是在讨论我家门口多了2大1小3泡屎的事。看着群里的我家大门的照片，我陷入了沉思。熊孩子的消化系统还挺棒，一晚上的功夫竟然能丢3堆，
难道是蹦蹦跳跳真能促进消化？带着这样的疑问，我打开了我家门口的监控，然后我就看到了监控里2大1小的白胖屁股齐刷刷地蹲在我家门口拉屎的画面。卧槽，真他妈辣眼睛啊！要不是亲眼所见，我简直无法想象会有除了阿三之外的正常成年人蹲在人家大门口拉屎。幸好我有先见之明，在门口装了隐形摄像头，有了证据，我果断报警。警察来得很快，他们显然是见过大世面的，看完监控后，硬是面不改色心不跳的敲响了张家大门。张大勇开门后，警察就出示了警官证。你好，关于有人举报你们一家3口在其他人家门口随地大小便的事，我们想详细向您了解一下。瞥见站在警察身后的我，张大勇做出了一副三好市民的样子说：警官，你们别听那些乱七八糟的人胡说，他纯属诽谤，我们家怎么可能做这么不道德的事？警察说，举报人有视频，拍到了你们一家3口的正脸。张大勇一愣，然后气势汹汹地冲我叫：你他妈竟然拍了视频！我说，我在公共场所拍个小视频，碍着你什么事儿了？张大勇无理，还要瞎搅和，你拍到了我的脸，警察同志，我要举报他侵犯了我的隐私权。我感到十分不可思议，你在我家门口拉屎，还他妈倒打一耙！他抻着脖子，理直气壮地来回喊着车轱辘话：你侵犯我的隐私权！我算是明白了，跟这种无赖就不能说大道理。我直接跟警察说：警察同志，既然他们家是这种态度，那就算了吧，我直接去法院告他，不管多少钱，这个官司我都打定了。一听到会被告，张大勇不再装傻了，他冲过来就想要揍我，警察拦住了他，当着我们的面就敢动手，你眼里还有没有法律了？紧接着，警察就揪着他从社会角度和健康角度等个方面劝解，最后张大勇总算是低下了头，在警察的调解下，把那3泡屎清理干净，还顺带赔了我500块的精神损失费。但是我知道这事儿还没完，他看我的眼神愤愤，肯定还会有下文。果不其然，我家门口继屎尿之后，又被成堆的垃圾给包围了，还有一堆苍蝇在飞来飞去。打开监控一看，和我想的一样，被蒙住了，什么都没拍到，真是难为他了。隐形摄像头那么点大，亏他能找到。我兴奋地搓了搓手，行，这么干是吧？那王八蛋难道没想到蒙住了摄像头，拍不到他，也拍不到我吗？我跑去便利店买了一打502回来，灌他们家的锁眼，又糊在了他们家的门框上，堵了个严严实实。然后我在业主群里号召养了宠物猫狗的全都来他们家门口大小便。本来他们畏惧张家的无赖不敢来，但是我说了一句，不管他们家门口变成什么样，他们都只会认为是我干的。你们怕啥？难道就不想报仇雪恨吗？他们一听，觉得非常有道理，于是纷纷带着自家的猫猫狗狗前来解决生理问题。来了一批又一批，在我的好心提醒下，大家都指挥着自家宠物们尽量把屎和尿屙在张家的门和墙上。张家门口沦为了公共厕所，我又把那堆被苍蝇围绕的垃圾堆给挪了过去。他们家奇臭无比，我家干干净净。我满意的回了屋。回屋前，我还特地拍了张他们家门口的美照发到了业主群，群里一阵欢呼声。1个小时后，张家2口子回来了。熊妈大惊失色地叫道：天杀的，哪个混蛋在我们家拉屎扔垃圾？张大勇一听，猛捶我家大门：王八蛋，你给老子滚出来！
我开了门，睁着无辜的大眼睛说：“哥们，你又咋了？”他愤怒地指着自家大门说：“这些是不是你干的好事？”我探头一看，惊讶道：“哎呦，这谁这么缺德呀？竟然在别人家门口扔垃圾，简直道德败坏！哥再过去是要被枪毙的。”张大勇听得脸直抽抽：“你他妈少跟老子装，就是你干的，对不对？你快点清理干净，不然我就报警抓你！”熊妈也跺脚帮腔：“我们家只和你有过节，除了你没别人。”我差点一口盐汽水喷死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自信心，能让他们说出这种话的？拜托，整个小区都被他们得罪光了，好不？我双手一摊，管他谁干的，反正不是我！操！张大勇爆了句粗口，报警了。来的依然是昨天的那2位警察。一见到警察，我就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诉：“警察叔叔，他们家简直欺人太甚！明明自己不是个玩意，得罪了人被报复了，还硬要把屎盆子扣在我头上，我冤枉啊！”警察问张大勇有没有证据。张大勇支支吾吾了半天，才说没有。但是他说，除了他，没人会干这么缺德的事。我说，你都好意思光屁股在我家门口拉屎了，说不定就是你故意搞这么一出来，栽赃陷害我呢。他暴怒地撸起袖子，想冲过来揍我。你他妈胡说啥？老子再蠢也不会在自家门口干这事。被警察拦住了。警察又问我，你不是装了监控吗？能不能调出来看看有谁来过？我双手一摊，看是能看了，可是摄像头被人蒙住了。警察怀疑的眼神在我身上扫过，我看了一眼张大勇，意味深长地说：“警察叔叔，蒙住摄像头的布我还没碰过呢，你们可以取走去验一下指纹，谁蒙住的摄像头，这缺德事就是谁干的。验指纹的钱我出了，找到干缺德事的人之后，一定要严惩，我要告他，让他赔钱，让他出名。”张大勇一听怂了，别，不就是一点垃圾吗？小打小闹而已，我们家自己就能解决，不劳烦警察叔叔了。听到这里，警察还有什么不明白的？警察走后，张大勇主动拿走了蒙住摄像头的布。我在家里悠哉悠哉地看着监控里，他们一家3口撅着屁股在自家门口大扫除的囧样。爸爸，好臭啊！这么多垃圾，干脆一把火烧了吧！你他妈傻了吗？还敢放火？你活腻了！老公，我撑不住了，我要吐了！哟，闭嘴，速度快点！你还想不想回家睡觉了？接着就是一连串包含大量人体器官的脏话。我截取了这一段视频，发在了业主群，群里再次出现一阵欢呼。经此一役，张大勇知道了我是个硬茬子，不敢再来找我的麻烦。熊孩子估计也被教训过，没在我家门口拉过屎了。你们以为他们家洗心革面，改邪归正了？不，大错特错！他们只是欺软怕硬，转换了目标，去祸害小区其他的居民了。这不，就有人找我来帮忙了，是1楼的住户。1楼住户是个年轻女孩子，叫露露。她垮着脸，可怜兮兮地问我：“哥，那姓张的楼下正好就是我家院子，他们家天天往下面扔垃圾，什么剩饭剩菜之类的就算了，竟然还有避孕套和姨妈巾，搞得我家院子恶心的要死。我去找他们，反而被喷了一顿。你给我支支招呗，怎么对付他们？”我一听，直接把还没删除的他们一家3口光屁股在我家门口大小便的视频发给了他。看完视频后，露露露出了一言难尽的复杂表情。他们是阿三吗？到处拉。我说，对付这种无赖，讲文明讲道理是没用的，
得用魔法打败魔法。现在知道怎么做了吗？露露想了想，点了点头，欢天喜地地回去了。2天后，我听到了楼下闹哄哄的声音，仔细听了听，是张家2口子，还有露露的吵架声。和围观的人打听了一下是怎么回事后，才知道是张家2口子被辞退了，因为露露把我发给他的视频截了图，做成了彩色海报，贴到了他们俩的工作单位。海报上还附了他们俩往他家扔避孕套和姨妈巾的光荣事迹，视频也被他发到了他们公司的老板邮箱里。2口子出名了，他们成了别人嘴里的桥，那当众光腚拉屎的一家子的笑话。又因为他们俩在工作单位不干人事，经常仗着自己没有道德欺负别人。露露这么一搞，不少人都勇敢地站了出来，揭露他们对自己干过的缺德事，墙倒众人推，他们俩成了众矢之的。老板一瞅，哎呦，闹得这么凶，就把他们俩给辞了。现在这2口子正找露露的麻烦呢。你搅黄了我们的工作，必须赔钱，不然老子砸了你家。对，赔钱20万，否则这事没完。面对他们俩的咄咄逼人，露露吓得后退了几步，可是一看到人群中的我，顿时就勇气倍增。露露眼一瞪，也跟他们一样吼道：要不是你故意往我家扔垃圾，你以为我很想搭理你们，还想要钱？行啊，你们现在就去死，我烧1个亿天地银行的钱给你们花。2口子被进击的露露对得面红耳赤，转眼看到我，他们俩又把炮口转移到了我这里。王八蛋，是你挑唆的是不是？我就知道你小子没憋好屁，没想到你竟然这么恶毒。我被雷了一下，你一个加害者还好意思骂被害者恶毒？你脑子有坑吗？张大勇气势汹汹地说，你赶紧把视频删掉，还得给我们赔礼道歉，还有精神损失费你也得赔，不然这事儿不算完。熊妈一个劲地叫，100万，必须赔偿100万，赔你大爷！我转身就和看热闹的小区业主们吆喝，你们想看某对夫妻光屁股在我家门口拉屎的视频吗？想看的话，我就立刻发在业主群里，让大家看个过瘾。想，我们超想看，大家都很给面子的捧场。我拿出了手机，张大勇气急败坏地抢过我的手机，狠狠地往地上一摔，发你麻痹！你赶紧把视频给老子删了！我捡起了黑屏的手机，啊，手机坏了，你得赔钱！他洋洋得意地抱着胳膊，哼，还想赔钱？你做梦呢！这就是跟老子作对的下场。我没搭理他，而是让露露帮忙报了警。警察问清楚来龙去脉后，也要张大勇赔手机钱。张大勇梗着脖子说，他把我的视频到处发，他侵犯了我的肖像权，他也要赔我钱。可是警察说了，我和露露没有用他的脸去进行商业盈利活动，也没有故意丑化和诋毁他的形象，不算侵犯肖像权。而他摔我的手机属于构成故意损毁财物罪，若是我去告他，可能会被判3年以下有期徒刑。一听要坐牢，张大勇怂了，跟我道歉说，兄弟，不就是一部手机吗？我赔钱，我现在就赔。我点了点头，说行，那就1万吧，我正好想要换水果手机。他气得跳了起来，卧槽，你他妈狮子大开口啊！你这部手机撑死了3、4千，你他妈跟我要1万，你直接去抢钱好了。我说，你他妈知道什么？我的手机里尽是些公司机密文件，还有各种合同文书，你这一摔，我起码得加好几天班才能找不回来。我的时间你不赔，我的精神损失你不赔，我的熬夜宵夜费营养费你不赔。他大骂，操！
警察你们也听到了，这人在敲诈勒索，你们快点抓他。我说，行啊，你要完是吧？我也报案抓你，咱们一起上法院。我现在就叫我领导过来，我是公司里干财务的，手机财务报表和税务报表一大堆，你就等着我们公司法务来找你吧，到时候让你赔个倾家荡产。张大勇气了个仰倒，好半天才颤抖着手指指着我，好，你小子有种，我现在就转钱给你，行了吧？我又问，那段拉屎的视频你买不买？手机没了，但是我在电脑里、硬盘里、网盘里都存了一份，还特地拷了一份，在 U 盘存到了银行保险柜。你要是不买的话，我可就和大家一起乐呵了。张大勇气地咬住了后槽牙，你他妈有病吧？还去存银行？我说，你懂个屁，这是我这辈子最珍贵的笑料，我死后要在灵堂上循环播放的。听到循环播放这4个字，他就眼神凶恶地瞪着我，过了好半天才喘着粗气说，行，多少钱？我说，我不要钱，我只要你在小区里公开道歉，再把人家陆请保洁清理院子的费用给结清，这事就算完了。我又不傻，要钱就真成敲诈勒索了。在警察的监督下，张大勇不情不愿地做到了我的要求，我也信守承诺地把所有视频备份给删了。整个小区跟过年似的，一片欢腾，只有他们一家子如丧考妣。被我坑了一顿后，他们家开始反击了。我是单身狗，一个人住，没什么地方能被他们算计的，只有一点，我不做饭。每天下班后的晚饭，我不是在外面吃，就是回家点外卖，偶尔大半夜还点个夜宵。所以他们干起了偷我外卖的行当。外卖不值钱，也就10几20块，但是怪恶心人的。我说，你们真是饿了，什么都吃啊。张大勇得意地哼哼，你报警啊，你去告我呀，你有证据吗？我还真没证据，门口的摄像头又被他们用布条蒙上了。有了上次的教训，他肯定注意了，没有留下指纹。好，那我就陪你好好玩上一把。我请了1天假，专门跑去菜市场买了号称最辣的朝天椒。买之前，我还特地问老板，你这辣椒味道正不？老板眼一瞪，拍着胸脯保证，我这可是正宗的贵州朝天椒。贵州你知道的吧，吃辣是这个。说着，他竖起了大拇指，你要是不信，就掰一段尝尝，尝就尝尝。我掰了一截辣椒，尖舔了舔，不错，味道够辣。又在干货店买到了魔鬼辣椒粉，还有其他比如魔鬼辣酱、鲜剁辣椒酱和野山椒酱之类的。我将这几种辣椒扔进了搅拌机，打成了糊糊，蘸了点尝尝。入口的那一瞬间，我好像看到了我太奶，猛灌了好几大杯水，嘴巴才稍微好过一点。装盒的时候，我的手也被辣得又刺又痛。然后我又在外卖平台上找到了一家评分特别低的饺子店，看照片是一家门店特别小的苍蝇馆子。根据地址，我找上了门。老板，商量个事，我给你500块，你能用我提供的辣椒酱和肉混在一起做一款饺子不？有钱拿。老板很高兴地答应了。做了这一款特辣饺子后，我立刻下单点了份外卖，还特地备注爱吃辣，请多放辣。按照我的吩咐，老板还将这份外卖的价格提成了1000块。特辣饺子和其他饺子混合在一起打包后，我的外卖就这么诞生了。我立刻赶回了家，等着看热闹。半个小时后，骑手给我打电话，我说我在蹲坑，挂门把手上就行。外卖订单完成之后的1分钟，隔壁响起了嘹亮的惨叫。哦，有多嘹亮呢？
整栋楼的猫猫狗狗都被这一声给吓到，发出了狂吠声。还别说，跟过年似的，忒热闹。紧接着是东西碰撞声和哭声混合在了一起。在之后，救护车紧急赶来，拉走了熊妈。业主们纷纷探头看热闹，在群里艾特我问出了啥事。我说也没啥，就是吃到了点贵州、川渝、江西和湖南混合在一起的经典特产。1个小时后，警察再次上门了，一起过来的还有张大勇那张便秘脸。看见警察，我就哭天抢地的大声号：警察叔叔，你可得为我做主啊！天杀的混蛋，每天偷我的外卖，让我连饭都吃不上，我都要饿死了。偷外卖的小贼活该死全家呀！被我抢走台词的警察顿了顿，问：所以他老婆吃的饺子确实是你的？我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看向张大勇。啥？原来我的外卖天天被偷，是你婆娘干的好事儿？张大勇指着我大叫：警察同志，你们听到了吧？这饺子确实是他的，他故意谋害我老婆，你们快点把他抓起来吧！我理直气壮地呸了他一口：你胡说，谁故意害你老婆了？我每天上班累得跟狗似的，想吃个饺子，外卖还被你婆娘偷了，赔钱！警察叔叔，他们家偷我外卖，你们一定要秉公执法呀！张大勇气得脸红脖子粗，刚想张嘴，警察就低声说：都先安静。说罢，警察看向我问：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他们偷你外卖，所以故意点那么辣的饺子？我睁着一双无辜的大眼睛说：警察叔叔，我是江西人，爱吃辣不行吗？在外漂泊这么久，想念家乡点份辣一点的饺子不行吗？我还特意在外卖备注了爱吃辣，请老板多放辣。我根据自己的口味点外卖，这也犯法了吗？反倒是他们家天天偷我外卖，必须赔钱，不然这事没完，我要告他！我坚持饺子是我为自己点的晚饭，他们都拿我没办法。警察对张大勇说：既然是你偷了人家的外卖，理应赔钱。我说：没错，赔钱1000块。张大勇火冒三丈的怒骂：你他妈钱多得没地方花呀！1000块买10只饺子，你当我傻呀？随便你报价忽悠，当冤大头给你宰！我对了回去：你懂个锤子啊！我买的是饺子吗？我买的是家乡的味道。你他妈不懂就别瞎逼逼！拿出手机，我递给了警察：你们看，价格上绝对是1000，我还没要精神损失费呢。看在邻居的份上，没给他算。他一个偷外卖的还好意思唧唧歪歪，我都替他脸红。警察看了一眼，对张大勇说：确实是1000块，赔钱吧，不赔的话，1000块的数额可以判3年了。张大勇的脸皮子直抽抽，他闭了闭眼，才苦大仇深地赚了我1000块。转完钱后，他又目带期盼地看向警察：那我老婆住院的事？警察说：你老婆偷饺子吃被辣到住院，他不需要为你老婆住院负责，反而是你们家偷人家的外卖，人家只要你赔饺子钱已经很宽容了。张大勇涨红了脸，表情像是吃到了20年前的馊饭。经过这件事后，张家2口子总算是老实了，看见我也是摆出一副便秘脸，把我当成了透明人。我乐得轻松自在，但是群里大家的抱怨还是不断。我在楼下晒被子，那熊孩子趁我不注意，在被子上印了几个脏手印，气死我了。我在家里阳台晒被子，那姓张的王八蛋还带着小王八蛋，拿着水枪对着我的被子滋水呢。还有我前脚刚把地上的垃圾树叶清扫干净，那女的路过就往地上吐了个口香糖。
我找他理论，他还说幸亏有他在，不然清洁工就失业了。行吧，看来他们俩本性就是那模样，只是干不过我才勉强老实一下。为了小区里长久的安宁，得想个办法把这一家子给彻底解决掉。那两口子又找到了一个新公司入职，张大勇卖房子，熊妈卖保险。于是我新建了2个微信号，一个打造成白富美，一个打造成了高富帅，伪装成了客户，加上了他们。网上的他们看起来有礼貌多了，一口一个妹子大哥，时不时就嘘寒问暖的，别提多亲热。果然，有钱的客户都是大爷。这不，张大勇的消息又来了，妹子，我这里又来了一套新品小洋房，主人急于脱手，低了市场价15万，你要不要来看看？我按照自己打造的高冷人设，非常冷淡的回复：暂时不了，我正带着小男友出海旅游呢。说着，我又发了张从网上扒下来的一张豪华游轮照片。张大勇发了一个色的小黄脸表情。妹子对男朋友真好，我真羡慕啊！什么时候我也能有个这么体贴的女朋友？看到这句话，我差点没笑死。张大勇一直在我面前装成温柔体贴的单身狗，在我3天2头的在朋友圈发豪宅豪车的照片之后，他就献殷勤，献得更加频繁了。可我故意装作不知道他是什么意图，依然每天发，还时不时地找他聊2句，发几张网上的性感泳装照片，保持若即若离的态度，勾得他心痒痒的。至于熊妈那边，我则是热情的有钱小奶狗，天天给他吹彩虹屁。姐姐，你真棒！姐姐，要是我女朋友有你一半温柔懂事就好了。姐姐，谁能娶到你？我要是你老公，得把你供起来呀。除此之外，我还时不时的给他一点小惊喜，送到他公司，给足了他面子。什么下午茶啦，一束玫瑰花啦，一些高档化妆品啦。熊妈在我的甜言蜜语和小礼物的攻势之下，乐开了花。这人啊，就怕对比，对比之下就容易引发矛盾。这不，他们家就爆发了争吵。6/18是网购消费的大好日子，熊妈在网上一通买，快递堆得有1人高，她一个人拿不过来，便找了张大勇帮她搬。张大勇本就脾气暴躁，再加上这大夏天的还要被指挥着搬快递，出了一身大热汗，怒火更是这才搬了几个回来，他就拍着桌子怒吼了：买，成天就知道买，老子赚这点钱容易吗？被你这么一通瞎买，白干了。娶了你这败家娘们，老子真是倒了8辈子的血霉。又是衣服又是包的，你那一柜子的衣服不够你穿，架子上那3个包不够你背，买这么多你又穿不出去，浪费这个钱干什么？看看别的女人，会赚钱又会带男人去环球旅游，再看看你，工资没几个钱，除了败家什么都不会，家里一团乱，你说说你有什么用？刚开始熊妈还一声不吭，后来张大勇越骂越大声，熊妈终于忍不住喷火了：别的女人这么好，你去找她呀，也不撒泡尿看看自己什么德行，也就我能看上你，你不感恩戴德也就算了，你还有脸跟我发火？你看看你，要脸没脸，要钱没钱，单论温柔体贴你也比不上人家小贺，嫁给你我才是倒了8辈子的血霉。这个小贺就是我小奶狗账号的化名。张大勇一下子就抓住了重点：小贺？什么小贺？你他妈出轨给老子戴绿帽子了！熊妈理直气壮地吼了回去：谁出轨了？我可没有出轨，我那是客户。客户你妹！少拿那套忽悠老子！说着
就是一阵叮铃哐啷的声音，紧接着张大勇暴怒的大吼：“臭婊子！你竟然在网上跟别的男人公然聊骚！操！老子打不死你！放你的狗臭屁！我才没有聊骚！”我适时的用白富美账号给张大勇发了条消息：“哥哥，我分手了，我好寂寞，你能来陪陪我吗？”隔壁一阵安静，然后是熊妈的叫声：“好啊你才是出轨养小三的那个，你还反过来冤枉我，我打死你个负心汉！”即便看不到，我也能想象出熊妈知道自己被绿的那一刻的暴怒。张大勇也不甘示弱地吼了回去：“你都能和别的野男人勾三搭四了，老子约个妹子聊聊，你他妈的避避啥？我没有勾三搭四，我都没和他见过面，没见过面人家能给你送礼，还叫姐姐，也不嫌恶心？你才出轨，一把年纪还勾引小妹妹，你不要脸！”噼里啪啦的声音响起，熊孩子声嘶力竭地哭喊：“爸爸妈妈，你们不要再打了啦！”这一架打得天昏地暗，警察都被惊动了。从局子里回来后，他们俩就卖房分财产，分孩子，离婚搬走了。然后这两人全都找上了我：“熊妈，乖弟弟，我为了你和那狗男人离婚了，姐姐来找你好不好？”我说：“姐姐，我今天刚领结婚证，为了避嫌，以后还是别联系了。”张大勇，妹子，我喜欢你好久了，既然你分手了，那就和我在一起吧。我说：“我又找到了一个男朋友，刚刚出海去远航呢。”说完，我就把这俩账号给注销了。拜拜了您嘞！这一家子一走，小区恢复了和平。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